各位观众，没错，我打破了国际象棋的世界纪录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这一个月来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世界纪录，最后跟一个很大幅度超越了它。我们立刻开始吧。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个月前，当时 YouTube 就推荐了一位叫做 Small Ant 的 YouTuber 的影片给我，他主要是做一些关于 Speedrun 的内容，就是挑战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而最初吸引到我的是这条关于削铅笔的影片。他在这条影片里面记录了他成为削铅笔界的世界第一的过程。那么虽然削铅笔的速度并不是什么珍贵的技能，但当时我就在想，我也想要在某些方面留下一个世界第一的记录啊。于是我到了一个记载了不同世界纪录的网站 speedrun.com， 我在里面看到了非常多有趣的 speedrun 项目，但那些都不能吸引到我。我当然是二话不说的想要看看有没有关于国际象棋的记录。不出所料的，果然真的有。那么第一个显示的记录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所有 chess.com 里面的初阶 AI。那么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曾经挑战过这个记录。当时我就在想，要打败所有的初阶 AI 会有多难呢？毕竟我也是蛮厉害的吧，对吧？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我实在是太天真了。当时的我看到了这个排在第一位的 Strategy Tree， 我就知道我要挑战的时间是5分30秒。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个定时器，立刻的准备挑战。在头几个 AI 里面，我还是非常的自信的，而且我还觉得自己打败他们的速度也算蛮快的。我已经在对方移动后的0点几秒就立刻的移动了。但你可以看到右边的定时器，即便我用着我最快的速度，我也需要个1到2分钟去打败一个 AI， 而全部的初阶 AI 可是有15个。这边在我打败了第5个叫做 Philip 的 AI 后，我看到我的时间已经是8分11秒。这边我就怀疑我的定时器是不是坏掉了，因为我才刚打败第5个，所以我就把定时器的资料都删掉，再挑战一次。结果是第一个的 AI Martin 我就使用了3分多了。这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可能可以在5分钟内挑战15个呢？但我不服输的性格让我继续的挑战，我把自己的速度提到最快，我的滑鼠都快被我按烂了。但结果是，好像我的时间也没有比较接近世界纪录。直到了第7次的这个挑战，我还是没能在5分半内打败5个 AI。我这边就非常的不解，我开始不相信这个5分半的记录了。我更怀疑他的网站写错了，把55分钟写成了5分钟。然后我就再次去了 speedrun.com 的网站。我发现在网站里面我是可以看到每一个记录是怎样达成的。那么我就点进去第1名的记录里面，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进去看了一下他的 speedrun。然后我发现了他根本是在利用了这个 speedrun 的2个漏洞才能这么快的通关的。首先，这个 speedrun 的其中一个规矩是你必须要选随机的颜色，就是不能自己的选先手还是后手，因为先手的话，他就能单一的使用4步将死的开局了。但在他的记录里面，他就利用了投降的这个漏洞，因为规矩里面的确没有说你不能投降的，而如果你投降的话，他就会再随机的给你新的颜色。他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漏洞，每一局都保证自己能拿到先手的优势。虽然在客观的角度，这已经是利用了灰色地带，但我觉得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尝试了很多次，我知道单单这样是不足以让他在5分钟内完成这个 speedrun 的。这些 AI 虽然是初阶的 AI， 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碰巧的防守到这个4步的将士，而且基本上一旦15个 AI 里面有2个挡住了的话，他都不可能在5分钟内完成的。而当我看了几分钟后，我终于发现了他这个记录背后的秘密。而那个秘密就是每当他用不出4步将死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的投降。
最夸张的是这一局，对方单单走了这个 F6，他就立刻投降，在下一局再尝试这个4步的将士。看到这边，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玩国际象棋了，他只是在撞几率而已。我当时就觉得没意思，然后就把这个挑战给忘了。直到1个礼拜前，我在 YouTube 又看到了另一条关于 Small Ant 的 Speedrun 影片，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是想要创下一个世界纪录的，所以我就再次的去了 speedrun.com 里面寻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关于国际象棋的 Speedrun 记录是真的能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呢。然后我就发现了这边原来有其他的项目，原来也有一堆的记录是挑战中介的 AI 的，而且那些最快的记录是42分钟，42分钟挑战15个 AI， 这是平均2分多一个，感觉像这个记录现实多了。而这一次我先看了一下世界纪录的 VOD， 发现他真的是认真的在玩的，并不是在抓漏洞而已。所以这一次我就再次的非常兴奋，想要挑战，因为看了一下第1名的 Speedrun， 发现他的挑战并不是顺序来的，是先挑战了第10个 AI Jade。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想说就尝试看看这样会不会快一点，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中阶 AI 的 Speedrun。这一次我是非常自信，想着这些 AI 才1300分而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一次我有42分钟，虽然我没什么概念，但也是5分钟的8倍了。更重要的是，这次我优化了定时器部分，我为了集中在对局里面，我放弃了分段的定时器。在打的过程中还算顺利，但是遇到 Dave 的时候，我跟他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残局里面。就算最后我成功打败了他，我在他那边也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所以第一次的挑战我是失败的。但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然后我就继续的挑战了好几次。虽然最后我是成功的打败他们，但我都花费了太多时间了。而且因为我已经连续好几个小时在挑战，我的集中力也开始下降，开始会输给了这些 AI 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明天继续的挑战。而在晚上睡觉时候，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更快的打败这些 AI 呢？而到了第2天，经过了一晚的思考之后，我发现了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 AI 的每一步都会有一个思考的时间。我知道 AI 是不会思考的，但这个就像是一个缓冲的时间。我在想，如果我能够把这些时间都去掉，我相信我就能更快的打败这些 AI 了。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跟鬼一样的策略，就是我可以同时间挑战好几个 AI， 在一个 AI 思考的时候，我就能先玩隔壁的对局。因为我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个挑战。我把屏幕分为了3个部分，因为每一次打败一个 AI， 它都会有一个下一个 AI 的功能。为了不用每一局都选一次 AI， 我的3个屏幕分别是用了左边的这3个 AI 的。每当我打败一个 AI， 我就能按下一个 AI， 我就能省下几秒钟的时间了。但是这个决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接下来你们就可以看到我那个致命的问题了。当时我就立刻的开始了挑战。在我第一次同时挑战3个 AI 的时候，我发现我没能习惯这个模式，因为要同时兼顾3局，我有好几次我都被这个 AI 所打败了。一旦要重来的话，基本上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每当我被打败的时候，我就要整个 speedrun 重新的来一次。但很幸运的是，在我第5次的挑战的时候，我慢慢的就适应了这个情况了。然后在第6次的挑战里面，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这一次的 speedrun 本来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我只用了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打败了10个 AI 了，而且中间的这一局我也快赢了，10分钟打败4个 AI 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我在左边这边竟然再打了一次这个名叫 SVEN 的 AI， 因为我一心只想着要打败这些 AI， 我完全忘记了要留意这些 AI 的名字。然后继续的打了这个叫 Maria 的 AI， 直到我看到了这个 Elena 的名字，怎么感觉在什么地方看过这名字啊？没错，这是10几分钟前我在中间这边就已经挑战过他了。所以这边我的心态是直接就炸了，当天就再也没有挑战。这个气炸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直到了昨天我才冷静了下来。然后我再次看了一下上几次的挑战，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缺了最后的一块拼图。就算我上一次的挑战我没有看错名字，我也用了30分钟才打败了10个 AI， 就是平均3分钟才打败一个。如果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预计完成的时间也需要45分钟，也不能打破那个世界纪录。那么在我回顾的时候，我发现我每一局都花费了很多的步，就是可能要到70到80步才能打败一个 AI。然后我就想到了，可能是我在开局的选择上出现了问题。我主要用的开局是 Queen's Gambit， 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开局。但如果你把技能点同时放在攻击跟防守的话，这样你的攻击力肯定是没有一些把技能全点在攻击身上的人来得强的。如果要快速的打败 AI 的话，我应该选一个技能全点在攻击的开局。然后我就想到了 Danish Gambit。Danish Gambit 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牺牲3支兵，让你能够快速的发起进攻。我想到这边，感觉这就是我最后的一块拼图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次挑战，我不会再用 Queen's Gambit， 而是会用 Danish Gambit 的开局。而且我也调整了一下，同时挑战3个 AI 策略。我感觉如果同时应对3个 AI 的话，我对上1400多的 AI 就会非常的辛苦了。所以这次我决定从 Jade 开始都是单一画面。而当我打败了最强的中介 AI Mateo 的时候，我就开始同时挑战2个比较弱的 AI 了。所以我就开始了我最后的这个 Speed Run。Danish Gambit 的开局可以说是完全发挥到它的作用了，它让我在很早的部分就取下了优势，仅仅用了17分钟左右就打败了6个最强的 AI 了。而在这边开始，我就要把画面分成2半，同时攻略2个比较弱的 AI。在这些比较弱的 AI 里面 ，Danish Gambit 的效果可以说是更加有效。特别是这一局对上 Maria， 我利用了4E的这只车的牵制，很漂亮的赢下了他的皇后。而最后我是用了38分钟打败了15个 AI， 这就是新的时间，我以4分钟的优势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经过了1个月不断的优化我的策略，训练自己的手速，我终于打破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42分钟的纪录，让我创下了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我就是国际象棋最快的人了。而这就是我打破纪录的整个过程。如果你喜欢国际象棋的内容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我再打破了什么纪录的话，我一定会再做成影片的。感谢看到这边的你，我们下部影片见。